大家好，我是宁飞。今天我来到了杭州的这个杨小古镇，来给大家拍摄一点照片。然后今天的目的主要是做一个教程，分享一下怎么使用小米13 Ultra 进行一个照片的拍摄，主要是用它的长焦嘛，然后结合古镇的一些风景，最主要的是怎么样通过它这个相册去进行一定的调整。然后现在相册里面是更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用的功能啊 ，HSL 的这个色相饱和度工具嘛，你可以使用它进行一些色相饱和度的一个控制，在手机上面也可以调整这些功能，就非常的棒。然后我来教大家怎么使用它。现在就能凸显这个长焦端这个优势了啊，就特别的爽啊！用这种长焦拍这边这个接的这个感觉。我们现在就来使用它这个自带的这个工具来进行一些调整。这个其实我就是拉了一点曝光，然后加了一点对比度。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到这个高光阴影这里，高光可以稍微往下压一丢丢，让阴影往上提一点点，它就是主要表现在那边嘛，主要表现在这个阴影部分。然后就是咱们今天的重点，这个色相饱和度工具里面的这蓝色这一块，大家熟悉我的都知道，我是喜欢把它调成偏这种青蓝色，我更喜欢一点这个颜色。然后亮度的话看一下感觉。哦，那边你看天空那边是有一点这个细节的，我们可以稍微拉一点点出来，再过去一点点，这个我更喜欢一点。然后红砖就这一块窗户这边它有一些红砖，应该是橙色这边，你看如果是正常的这个颜色的话就是确实是很写实啊，但是咱们要这个颜色有点感觉的话，咱们可以偏红色那边去一些，橙红色那边去，那这个饱和度就看自己了，可以稍微提一点点，反正是一个点缀嘛。再者就是这个绿色，因为它这边这些绿植的颜色嘛，可以调一下看一下感觉，好像不是这边，它更多的是这个盆子的颜色，可以往这边去一点，应该是黄色这边，黄色的色相，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这个颜色的调整，这个看自己的喜好啊，这样一调就可能会更有一定的风格化吧，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就是一个高光阴影，高光的话其实这个已经有点偏轻了，然后阴影的话看大家喜欢吧，给大家看一下那它就可以偏这个红色，阴影暖色调可以来一点点我觉得，然后其他的就看自己喜欢了，我觉得这张就这样调一调就可以了。然后小米的相册都自带一个装逼的功能，就是这个水印嘛，定制画框，这个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审美和自己的想法了，然后可以自己去调整一下增加一个照片的逼格，因为前面咱们这个照片咱们已经调好了嘛，所以后面就使用这个东西，使用这个画框来增加它一个逼格。好，我们来继续。但是不得不说，小米13 Ultra 它这个拍摄效果是真的很好，就直出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啊。就偶尔去古镇那边看看，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就这么多古时候的这个建筑，然后这种历史的痕迹，你可以看到一砖一瓦，它经过岁月的这个冲洗啊，它都变成这个样子。小鸟。然后像这个其实就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大家看一下调整之后的。我家其实也有一栋这样的老房子，但是风格不一样，估计也和这个差不多了，破成这样子。里面
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觉得里面那个光是挺有意思的，来给它拍一张，想办法避掉那个啊。这个时候它对焦对不上后面，然后我们点它一下好一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样还是太亮了，所以我们得用专业模式。哎，专业模式一出来，其实这个味道就上来了啊。因为我这边已经其实这个影调啊什么的都已经调整过了。好，构图差不多，我来3、2、1。像这种房顶上长一点这种草的这种场景还是比较少见的。好，再切长焦，然后把这个小窗户也拍一下。然后今天也没拍太多，趁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专业模式怎么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新增的这个专业模式，这个照片的这个专业模式它是如何去调整的，就是不太了解嘛。所以我今天也趁着这个分享来给大家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以这个 Hololet 这个灯来作为咱们的拍摄的主体，就和这个灯一样嘛。它其实这个设置里面，它这些影调啊什么的，都是基于这个颜色这些东西去调整的。影调的话，就是基于徕卡的那个调教嘛，这个生动也好，然后这个经典也好，影调调整就是浓和不浓，浓郁程度，懂了吧？这个就非常容易好理解。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喜欢，像现在这个就有点这个清晨的感觉啊，因为我是上一次调整了之后就没有动过。好，我先把这个灯给开开来，了解的更加清楚一点。比如说它现在是一个橙色的，我先把它都还原，它原来的样子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影调的话大家都知道了，是调整这个影调的强弱，这个很容易理解，这个要看大家自己拍摄的一个内容。然后这个色调的话，冷暖就和灯光的冷暖一样，比如说调到50，它就是整体偏黄偏绿的一个感觉，调到-50的话，整体就是偏蓝，这个应该大家也很容易理解啊。色调的话，它这边青品调，青调的话，你理解的话可以理解为它是偏青色偏蓝色的那个感觉，然后品调的话就是偏洋红，然后这个也是看自己在场景里面的需要。然后细节质感13 Ultra 这个就是大家一致好评的，就是因为它就是有这种相机的质感，一个就是去掉了手机的这个过度的锐化，然后这边如果你觉得你还是喜欢，或者说你在一定的场景下你是需要那个锐化的，那你可以加上去。你看它现在就看上去就非常锐啊，你看剪掉去就非常柔和，这个看大家自己的需要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色调这一块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但是你可以通过它拍摄出很多不一样的照片。然后像其他的光圈、快门、ISO 这些，其实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那个关于手机的相机专业模式的一个教程的讲解。这个灯是 Hermanbrut 他送给我的，它是可以调整色温，然后调整亮度。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这里给大家小小的推荐一下吧。它上面有2个旋钮，一个旋钮是控制灯的这个色温，那大家看到了，控制色温，而且是无级调整的，你也可以直接摁。然后另一个就是调整它的亮度。然后前面的话，它这边是可以装色片，像现在它普通的灯就是这样一个灯啊，然后可以装这个，然后也可以装色片，然后也可以装遮光罩。然后整体的这个造型的话，就是有点偏向以前的那种海鸥的那种，就很像这种，就非常有这种的感觉啊。然后整体的颜值非常高，然后可以调整的东西也非常多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有一个快筛系统。
就非常的棒，就小小的一个，而且非常有质感。这是我用过的所有灯里面质感最好的，而且它整体有着20瓦的一个功能，那还能快拆，真的质感非常不错。今天这个摄影教程大家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学会使用相册进行一个基本的这个图片的调整呢？如果大家觉得对你有用的话，记得关注，然后点亮头皮，一键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